走啊！一个高变腿哇！他绝对是你见过最狂妄的外国拳王，扛着拳打武当，脚踢少林的牌匾，在中国的地盘上耀武扬威，从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老外。他甚至扬言要横扫整个中国武林。在来武林峰之前，就跟我们所有人说，我要站在这里，把中国的高手一个一个的击倒，无论是少林还是武当。此人就是俄罗斯总统的贴身保镖季马，身高1.92米，体重90公斤。他为何会这样挑衅中国少林呢？还是不是因为霍元甲暴揍俄罗斯大力士的名场面，让他看了非常难受，觉得这就是一种耻辱。我走上搏击这条路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中国的霍元甲。年轻的霍元甲。他赛前说一定要为前辈找回荣誉，绝不能让中国功夫碾压俄罗斯人。从开始练习搏击那天，我就立志有一天一定要亲自站在中国的擂台上击败中国选手。今天我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赶来，就是要为我的前辈找回曾经属于我们的荣耀。不远万里来华挑衅，赛前还整出这些幺蛾子，完全不将中国选手放在眼里，在中国的擂台上敢扛着这类牌匾，实在是嚣张至极。此战将要迎战他的选手是中国的一员小将，名叫尹鹏森，才年仅19岁，整个人显得非常稚嫩，这就让俄罗斯选手更加瞧不起中国功夫。尹鹏森又该如何应对呢？在比赛正式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比赛开始，场男子90公斤级的中俄比赛啊，哈哈！红方叫尹鹏森，蓝方是来自俄罗斯西伯利亚的拳击冠军吉马。您说呢？小将尹鹏森，哇，一个高变腿，哇，结束了，只有30秒钟，尹鹏森实在太强悍了，直接秒杀 KO 了总统保镖，一脚爆头狠狠打脸，真是太解气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头回放，牙套都直接给他踢飞出去。尹鹏森实在强悍，结束了，只有30秒钟，尹鹏森击败了俄罗斯的吉马，他曾经是普京的护卫，吉马能站起来吗？俄罗斯的吉马还说要脚踢武当，拳打少林，结果被小将尹鹏森一个高变腿躺在了。比赛结果，红方有辱获胜。第二场依旧是俄罗斯大力士来华踢馆挑战，但被中国硬汉直接摔下擂台的精彩比赛。首先出场的就是俄罗斯壮士米哈耶尔，一脸的凶神恶煞，这跟前面的总统保镖真是半斤八两。来华打比赛都是这么耀武扬威的，完全不将中国选手放在眼里。那就让中国勇士郑兆玉教他怎么做人吧。郑兆玉是中国很优秀的自由搏击选手，曾经仅1年的时间就获得9次冠军头衔，擂台上敢打敢拼，有技术有谋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教训俄罗斯壮士的吧。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这一方面呢也是一种心理战，就是3板斧，所谓的下马威。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包括他的走动，包括他的眼神，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就像饿虎一样。对手进攻气势很强，郑兆玉不跟对手正面硬刚，这种情况下跟对手硬拼是没有优势的。郑兆玉选择跟对手迂回打击，先将防守做到位，一点空档都不能给对手。等对手出拳的时候，防守反击立即打出去。虽然场面上对手的气势很强，但点数上对手并不占优势，打出的拳不是被郑兆玉躲闪，就是直接格挡反击了。不过这确实是俄罗斯的战斗风格，尽量避免一些无谓的搂抱。开始。移动一下，移动步伐，左右之前撤。后卫，抓一个。You think black shirts get a better kicking or boxing? 好，继续。这是个里勾腿，中国武术打法中呢，属于那个小活，做得非常小，破坏。郑兆玉直接接腿，随即一把将他甩飞出去。看来也是被对手激进的打法惹恼了，这也有效打乱了对手的进攻节奏。而俄罗斯选手就是猛冲猛打，
也不管有没有打中，只管往前冲，这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郑兆玉稳住心态跟对手较量，一旦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对手重创。郑兆玉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打得非常的干净。I thin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 Yeah. It's hard too.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 而且我们看出一个风格，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他在攻击对方时候，他打完拳之后呢，对首回合的大战终于结束了，郑兆玉稳扎稳打，命中率比对手强很多，并没有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俄罗斯选手这就是三板斧，根本没有对郑兆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郑兆玉脑子非常灵活，在擂台上还是得用脑子打拳。下回合对手再以这样激进的方式打下去的话，不仅不能给郑兆玉造成什么影响，还会消耗很多体能，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上回合郑兆玉已经很清楚对手的战术，知道他就是中看不中用，打出的拳头落点都不是很准。郑兆玉还是延续之前的比赛风格，就是精准打击，将对手的进攻全部格挡回去。对方还是大摆拳疯狂砸击，没有任何头部的防守。这时候只要郑兆玉还是狠狠砸击面部，就能取得不小的优势，因为对方没有防守，想打中他也非常容易。重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对方或者 KO 对方？会不会选手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就一下解决战斗。但是我倒是觉得呢，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有些拳手打的是很轻松，可是呢，有时候效果会非常显著，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 郑兆玉不仅有拳法上的攻势，在对手近身时还有顶膝的动作，全方位的进行压制。因为郑兆玉是散打出身，对距离的防守同样也很到位，在中远距离上对他进行砸击，效果还是很明显的，限制对手一系列的砸拳攻势。但是由于对手之前长时间不间断的大肆进攻，现在体能已经出现了一点问题，整个人有点气喘吁吁的。但这依旧阻挡不了他进攻的欲望。看呢，我们看到说，作为蓝方选手啊，他年纪要稍微大一些，所以从体能储备上，他应该这个对方要略逊一筹。没劲了，往后撤了，很好，有劲了，加个后手了，前面后手了，后手，好了，对了，真，有用，这边，对，这回合最后的半分钟时间，对手的点数跟进攻不成正比，即便气势上依旧很强，但在郑兆玉的精准打击面前，也都是些无用功。看来在擂台上打比赛，还是得用脑子打拳，不能跟对手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一样。黑方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I think that's what he's looking for. So much stronger.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郑兆玉上来直接将他摔下擂台。看来郑兆玉也是一个有个性的选手，对手这回合开始着急了。他知道现在他不占什么优势，只能更加强烈的攻势打穿郑兆玉的防守。现在他想赢回局面的话，那也是非常艰难的。最后一回合的时间，郑兆玉一定要做好防守，千万不能被对手一拳正中面门了。一个重拳的 KO， 否则的话，如果打不倒红方选手，他可能从点数上就要失败了。所以我们也说，就是形式上看呢打得很热闹，可是效果上呢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是红方呢更善于利用自己的技术，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其实从整个第二回合的整个有效进攻，
而且说从红方来讲，他的整个技术、技能角度使用的东西更多一点，切膝、腿法、拳法。郑兆玉最后30秒的时间也不再防守打击了，直接跟米哈伊尔正面硬刚，精准度还是很高，打得对手的头像拨浪鼓一样。而对手现在出拳的密度大幅度下降，根本不敌郑兆玉。从俄罗斯选手来讲，他上肢好像看的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的。这个战术是对头的，开。两人打得真是酣畅淋漓，最终还是郑兆玉大比分优势获胜，教训了嚣张的俄罗斯狂人。大家觉得中国硬汉打得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点关注不迷路，下期视频更精彩哦。